俄罗斯被乌军炸疼了，又无法报复，只能修改核理论自我安慰。乌克兰无人机对俄使用烈焰突袭，上世纪诞生的武器又被乌军开发出新玩法。红军村2支俄军先锋陷入包围，再不撤退恐遭围歼。波兰计划建设欧洲最强军队。片尾幽默小故事：阿帕奇坠机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只玩过模拟器。随着俄乌战争进入到922天，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继续对俄罗斯造成压力。2024年9月2号，乌克兰利用158架无人机对俄罗斯16个州进行了袭击，这是乌军在俄军发起大规模空袭后的第2次报复。在过去的1周内，莫斯科周边地区遭到无人机袭击的频率明显增加，而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似乎对此无能为力。乌军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专打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这是要为普京在炎炎秋日带来一丝凉爽。距离乌克兰边境528公里的科纳科沃发电厂遭到袭击，该发电厂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北仅120公里处。此外，克里姆林宫南部106公里处的另一座发电站，以及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也未能幸免。而作为世界第3军事强国，俄军早就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22个 S-300、400防空系统和至少9个 Pantsir S1、S2 系统，可谓是固若金汤。可这些防空系统本应该足以覆盖莫斯科炼油厂，但他们没能有效地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这表明乌克兰对莫斯科的重要目标的袭击并非不可能，而之所以不这样做，可能还是因为目前俄乌战场处于僵持态势，而乌克兰相比于俄罗斯对国际法更加尊重。说完乌克兰，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前脚库尔斯克被乌军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后脚自己后花园被炸。俄罗斯作为大国的面子是彻底丢尽了，而最可气的是什么？他还没有什么办法。目前俄罗斯的常规武器进出，但依旧只能打个平手。俄罗斯唯一剩下的遮羞布，那就是核大棒。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9月1号表示，俄罗斯将根据对最新冲突和西方升级进程行动的分析，调整其核理论。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俄罗斯的核战略是一份动态文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新。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暗示，俄罗斯正在澄清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可能是对西方允许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远程武器的回应。人话就是俄罗斯会放松对核武器的使用底线，甚至可能在常规战争中动用核武器。《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叫《狼来了》，相信各位都知道。如今的俄罗斯就如同那个一直喊着“狼来了”的牧童。当初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俄罗斯喊着要用核武器，美国给了海马斯和 F-16，俄罗斯依旧没有用。现在乌克兰打击俄领土，导弹炸到家门口，俄罗斯还在挥舞核大棒。殊不知，这在外人眼里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一种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恰恰证明了俄罗斯的衰弱，这让俄罗斯在外交上继续内外交困。开头我们先来看视频，这段视频呢来源于乌克兰108独立国土防卫旅。从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被俄军占领的树林上空飞行，它喷射出长长的火舌，就像《权力游戏》里或者《指环王》里的火龙，向下方树林里的俄军喷射突袭。这种武器被称为龙火无人机，它携带的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装备——旅热剂。大兵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呢，还是在《使命召唤8》里。美军的三角洲小队用旅热剂烧毁了俄军的电子战干扰塔，当时他在游戏里的表现并不能算亮眼，和电焊的效果差不多。然而事实也是这样，旅热剂呢是一种高温燃烧剂，通常由铁氧化合物和铝粉融合而成，反应产生的高温可约达2000摄氏度，足以融化钢铁，常常用于切割和焊接作业。而在军事应用上，旅热剂炸弹通常用于破坏作业，例如通过融化或者燃烧关键部件
来使火炮或车辆失效。它们对于摧毁俄军坦克尤其有效，因为一旦通过舱口投入，铝热剂炸弹产生的热量足以引爆车内储存的弹药，从而摧毁车辆。但这种武器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铝热剂一般呈粉状，一旦爆炸导致药粉被炸散，其威力会大大降低。因此，其很少装备在高速飞行的导弹上，一般是以手雷或粘弹的形式存在，这就导致其射程近、使用风险高，只能当作特殊用途。但乌克兰呢，显然是将其玩出了花样。在水平方向上，铝热剂难堪大用，但在垂直方向上，铝热剂能在保持威力的同时提高射程，搭配无人机，在安全的同时为俄军表演了一场逆流的烟花秀。这不是乌军第一次使用无人机和铝热弹搭配，无人机能当手雷轰炸机，自然呢也能当铝热弹轰炸机。对于那些舱门紧锁或者装有装甲笼的俄军坦克，空投铝热剂是一把极为锋利的开罐器。乌克兰有多个来源生产铝热剂无人机炸弹，包括 Steel Honest 公司，他们直接向个别无人机单位提供订单，就像无人机炸弹界的亚马逊。他们的产品线包括几种类型的铝热剂弹药，最小的是供小型4旋翼无人机使用的1磅炸弹，最大的重量达5磅以上，燃烧时间超过22秒，与视频中的炸弹类似。让我们回到视频，这种无人机呢，飞行的路径不是固定在一点，而是在飞行过程中沿路散播铝热剂反应的产物。当然，这种攻击方式的主要目的不是杀伤俄军，而是点燃树林和低矮的灌木。虽然俄军呢也有可能躲在地洞里，但这也会让他们失去至关重要的掩体。没有树林的掩护，他们将直接成为神风无人机和远程火力的靶子。在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地形由大片开阔的田野和狭窄的树林分割，这些树林总是被选作防御阵地，以至于一位分析师将去年的反攻称为树林带战争。大兵认为，这次攻击虽然极具视觉效果，但在战术层面呢，不会起到决定性影响，只能起到清扫俄军阵地掩体的作用。但其在舆论和政治上，能对看到该画面的俄军士气起到相当大的打击。当躲在地洞里的俄军看到火焰之河从天空落下，自己的头顶恐怕也多少会发麻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方向的作战区域，俄军发起了7次攻击，主要在沃夫昌斯克和利普奇附近发生战斗。在库皮扬斯克，俄军对新基夫卡和赫卢什基夫卡发动了16次攻击，但被乌军国防军击退。在莱曼方向，俄军对马基夫卡等地区进行了18次攻击。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成功阻止了敌人在维尔赫尼奥、卡米扬斯克等地的9次进攻。在红军村方向呢，俄军进攻的最猛烈，是1天之内发动了63次攻击。同时，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数个先锋进攻部队，包括114、74、21摩步旅，已经抵达了距离红军村10公里左右的位置，形成一个明显的突出部。然而，从战线就能看出，俄军进攻部队几乎是只专注于向红军村推进，忘记了自己的侧翼。乌克兰109国土防卫旅、59摩步旅分别从南北同时夹击俄军突出部的根部，整个俄军的突出部就像一根即将被手指掐断摘下来的蘑菇。很明显呢，前期俄军在推进速度上是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接下来他们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在这种战术背景下，俄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会面临2种选择：一是迅速调整战略，加强对侧翼保护，以稳固现有战果，并防止被乌军包围。当然，莫斯科是一定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不惜代价拿下红军村。因此，俄军下一步更有可能无视被包围切断后勤和退路的风险，继续加大对红军村的攻势，试图在乌军完成合围之前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一点呢，从近几日俄军伤亡增长至每天1300人就能看出来。而对于乌军而言，利用俄军战术布局上的疏忽，通过南北夹击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削弱俄军的进攻势头。
甚至可能通过包围和歼灭俄军的突出部来改变战场的态势。此外，就算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麦克迪夫卡被俄军暂时占领，乌军呢也可以利用红军村的建筑同俄军展开巷战，拖延俄军的进攻节奏。在这段时间内，库尔斯克方面军会继续扩大在俄境内的攻势，这势必会影响普京政府的公信力。随着国内民众和官员的容忍度继续下跌，俄国防部终有一天会因为国内的压力，不得不取消围魏救赵，优先解决库尔斯克问题。8月15号，在华沙的一次军事阅兵上，波兰总统唐纳德·图斯克表示，他的中派政府的目标是发展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图斯克在活动中表示，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同胞，也向波兰武装部队的士兵承诺，我们将建立一支最现代化的军队，因为在今天，创新就是力量。到2025年，波兰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国防预算，其国防支出和 GDP 上的占比可能会超越所有其他北约成员国。在7月4号的一份声明中，波兰国防部含蓄地提到了俄罗斯，并表示，明年我们计划将军事预算增加10%，这是长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面对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去年10月的波兰大选虽然带来了政府更迭，但这并未减少华沙对新武器的追求。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作为俄罗斯的世仇，波兰深感唇亡齿寒。波兰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受到推动，多家国际国防公司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吉尔采 MSPO 展会上推广他们的最新国防产品。位于华沙的卡西米尔·普瓦斯基基金会的项目总监托马斯·斯穆拉告诉国防新闻，波兰新政府正在继续前任政府启动的多个项目，从美国和韩国购买装备。自政府更迭以来，波兰和德国、法国的关系明显改善，因此来自这些国家的国防公司对与波兰国防工业在联合项目上合作表现出更加的兴趣是很自然的。穆斯拉补充道，华沙计划购买新的潜艇、战斗机以及各种波兰陆军部队的车辆，这为外国制造商带来许多机会。据防务新闻统计，波兰新政府的采购但尚未交付的包括为空军再购买32架 F-35之外，再购买更多的第4代战斗机。欧洲台风战机和波音公司的 F-15EX 也在考虑之中。同时，新的训练直升机和舰载直升机已取代波兰武装部队过时的 SW-4 Pozog 和 Kaman SH-2G Seaspats 飞机。俄乌战场的无人机战争也成为波兰军队建设的重点方向。波兰正在扶持自己的军用无人机制造商来生产更多的战斗和监视无人机。在海上，波兰计划购买3到4艘新潜艇，以增强其在波罗的海的作战能力。去年，波兰国防部的武器机构宣布，有11个实体企业提供了他们的初步投标。这些公司包括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和英国的公司。图斯克的政府从23年12月上台，已经签署了多项从美国和韩国购买武器的重大协议。今年呢，大部分大合同都给了美国的制造商，这些包括在7月份签订的价值100亿美元购买96架波音的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合同，在2月份完成交易的以25亿美元收购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集成战斗指挥系统，以同步波兰正在开发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武器，以及5月份价值10亿美元的从美国购买了4个基于飞艇的预警雷达系统的合同。去年5月，该部门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协议，从韩国韩华航空购买72台 K-239 多管导弹发射器，价值约16亿美元。此外，波兰还从韩国购买了涵盖 FA-50 轻型攻击机、K9 自行火炮、K2 黑豹坦克和天5发射器。2024年2月12号，一架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的 AH-64D 阿帕奇直升机坠毁，2位飞行员不同程度的受到轻伤，现在均已出院。8月31号，坠机事件的调查报告出炉，但结果却令人忍俊不禁。负责驾驶阿帕奇的美国空军上校是事故发生的关键，他是一位驾驶 F-35的驾驶员，
但对于阿帕奇呢，他只在模拟器上体验过35分钟。根据报告调查，在返回西乔丹机场的途中呢，这位上校尝试了3次悬停和着陆操作，每次副驾驶的准位都不得不接管控制。而在第4次尝试时，意外发生了。调查人员表示，由于一时的惊慌以及对直升机飞行控制的极度不熟，这位上校用他固定翼飞机的肌肉记忆来操作直升机，但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向上飞行的操作是相反的，这就导致阿帕奇在距离地面约10英尺的高度直接垂直掉落了。这一次呢，副驾驶是来不及夺取控制权。虽然看来这次坠机完全是上校的责任，但在调查报告中，调查人员发现准位也有过错，称其过度自信导致了飞行控制管理不充分，并且在直升机的飞行控制上选取高度不当，因为主驾并不具备阿帕奇的资格。报告还指出了指挥链上的问题，他提到了2022年2架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直升机在雪鸟度假村坠毁的事件，并且发现阿帕奇坠毁事件中存在的类似事故，即驾驶员和指挥官均没有按照标准的流程来操作。目前犹他州国民警卫队并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大兵不知道这位上校是在哪种模拟器上驾驶的阿帕奇，但35分钟就转实战了，不得不说胆子确实很大。副驾驶的准位也很倒霉啊，知道上级不会开，又不能直说，只能连续3次救场，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事儿了。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